日本這波賊喊捉賊的操作，簡直把厚臉皮3個字刻進了 DNA 裡。就在日本抗議自家戰機被中國殲15火控雷達2次照射後的第2天，12月9日玉淵談天披露的中日軍艦通信錄音，直接把日方的拙劣演技扒的底褲都不剩。網友看完直呼，這臉打的比過年的鞭炮還響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特別簡單。12月6日，中國遼寧艦航母編隊按計劃在宮古海峽以東海域開展遠海訓練，不僅提前公布了訓練海空域，完全符合國際法和國際實踐。咱們還特意跟附近的日本軍艦做了現場通報，畢竟大國做事講究的就是透明公開，不想給別有用心的人留任何挑事的由頭。12月6日下午2點10分，遼寧艦編隊的101艦率先通報，我編隊將按計劃組織艦載機飛行。對面的日本兆月號驅逐艦立馬通過無線電回復收到，信號清晰，回應迅速，完全沒看出有任何異議。短短18分鐘後，下午2點28分，咱們怕日方沒記清細節，又做了一次更具體的通報。我編隊計劃組織艦載機飛行訓練，預計15時開始，持續時間約6小時，主要在航母以南區域。結果呢，日本兆月號再次確認收到，全程配合的那叫一個默契。可誰能想到，轉頭日本防衛省就開始顛倒黑白，炒作所謂中國海軍艦載機對日本自衛隊戰鬥機實施雷達照射，把自己扮成受害者，還污衊中方威脅地區安全。這操作就像你提前跟鄰居說要在家裝修，鄰居點頭答應了，結果你一開工，他就哭着喊着說你擾民，簡直離譜到極點。更可笑的是，日方拿出來說事兒的雷達照射，根本就是各國海軍的常規操作。懂點軍事的朋友都知道，艦載機在飛行訓練時開啟搜索雷達，既是確保飛行安全的必要措施，也是國際通行慣例，就跟開車要開轉向燈一樣平常。而且現在全球主流戰機的機載雷達對空探測距離都超過50公里，日本戰機明知我方在開展訓練，還特意抵近中方演訓區域，本身就已經嚴重干擾了我方正常訓練秩序，把雙方都置於危險境地。說白了，你自己湊到人家的雷達探測範圍裡，還怪人家的雷達看到你，這邏輯簡直比3歲小孩還荒謬。面對日本的無理滋擾，遼寧艦用實際行動給出了回應。東出宮古海峽後，直接調轉方向，一路向北，穿越延美大島和大東群島之間的海域。這個航向着實罕見，也讓外界高度關注。畢竟，這可是遼寧艦少有的靠近日本本土的航行軌跡。有軍事專家分析，遼寧艦這波北上很可能會出現在日本本土附近海域，不排除會進出大隅海峽這類敏感水道，甚至有可能環繞日本一周進行武力展示。小編覺得，這既是對日本滋擾行為的直接回應，也是在向外界展示中國海軍的遠海部署能力。你越不想讓我來，我越要光明正大的在國際海域開展訓練，這就是大國底氣。而面對遼寧艦的正常航行，美日兩國的反應堪稱草木皆兵。美國海軍華盛頓號航母編隊12月4日從關島出發，12月7日已經靠近日本。不過這次華盛頓號只帶了1艘驅逐艦米利厄斯號，大概率是常規移防，而非專門來撐腰。畢竟白宮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已經明確，美國要放棄世界警察身份，回歸孤立主義。印太戰略可能會有所縮水，不會再像以前那樣為日本兜底。
日本這邊更是急得跳腳，最終還是派出了自衛隊的加賀號輕型航母前往九州附近海域活動。說句實在話，這艘加賀號實在有點拿不出手。它本質上不是正兒八經的航母，原來是直升機驅逐艦，後來才改造升級。現在的艦載機還得靠駐日美軍友情贊助，但即便如此，日本還是硬着頭皮把它派了出來，無非就是想給國內右翼勢力打氣，證明自己還有一戰之力。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樣子看着有點滑稽。現在的西太平洋可謂熱鬧非凡，中美日三國航母齊聚這片海域，再加上美國迪利波里號兩棲戒備群、中國海南艦和延安艦編隊，整個區域的軍事動態備受矚目，就看誰敢開第一槍了。說到日本的加賀號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這艘船的名字本身就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。如今的加賀號雖然是後來建造的，但它繼承的艦名在二戰時期可是侵華日軍的主力航母。從128事變到淞滬會戰，這艘航母給中國帶來了沉重災難。甲午戰爭後，日本迅速崛起，海軍實力躋身世界一流，而中國則在列強環伺中步履蹣跚。到了20世紀30年代，日本海軍已經擁有10艘航母，而中國海軍僅存的幾艘老式巡洋艦，甚至還有清朝時期的遺存，在長江口鏽跡斑斑地漂浮着。兩國海軍實力差距懸殊到令人心碎。1932年128事變爆發，以加賀號、鳳翔號航母為主力的日本第3艦隊氣勢洶洶地封鎖了長江口。當時的加賀號搭載着16架3式艦上戰鬥機和32架 BEM-13 式艦上攻擊機，憑借絕對的海空優勢，對上海及周邊地區實施了瘋狂打擊。1932年1月31日，加賀號起飛17架戰機，在上海虹橋機場示威。隨後1個月內，其艦載機部隊持續轟炸上海戰場的國民革命軍。2月22日，加賀號的艦載機在蘇州上空擊落了中國空中教官、美國駕駛員肖特駕駛的波音218戰鬥機。肖特成為抗日戰爭中首位犧牲的美國空軍上尉。2月26日，加賀號的2架艦載攻擊機被中國地面高炮擊落，這也是日本海軍艦載機首次被擊落。在日本的海空優勢打擊下，國民政府被迫屈服，簽署了淞滬停戰協定，規定上海為非軍事區，中國軍隊被迫撤出上海，而加賀號則通過這場低烈度對抗收穫了寶貴的實戰經驗，為後續的侵略戰爭做足了準備。當時日本對中國海洋的壓制完全是高維對低維的降維打擊，那種無力感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該忘記的痛。5年後的1937年淞滬會戰，加賀號航母再次捲土重來，指揮官還沉浸在5年前的勝利記憶中，狂妄宣稱3日即可結束戰事。但8月15日的筧橋空戰給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。加賀號起飛45架艦載機，企圖空襲筧橋機場，結果被中國21架飛機攔截，日軍損失8架89艦攻，2架94艦轟，艦攻隊隊長岩井庸男少校戰死，當天共陣亡20人，創下了在中國戰線的最慘失敗。之所以輸得這麼慘，全是因為日軍過度輕視中國空軍，居然沒給攻擊機配備戰鬥機掩護。後來日本緊急調度96式艦載戰鬥機補充給加賀號，才勉強挽回交換比。9月4日，日本中島正中尉駕駛96艦戰擊落中國鄭紹瑜中尉駕駛的霍克3戰鬥機，這是該機型在中國戰場的首次戰績。同年9月，加賀號的艦載機部隊更換駐地至上海工大機場，開始重點轟炸南京，並集中力量攻擊長江下游的中國海軍艦隊。當時中國海軍計劃在江陰要塞以自沉艦船的方式阻塞日本艦隊，卻遭到加賀號艦載機的瘋狂攻擊。9月20日，加賀號起飛48架艦載機，擊沉應瑞號巡洋艦。9月23日，第4波、第5波攻擊接連擊沉平海號。9月25日，第6波攻擊重創逸仙號輕巡洋艦。短短幾天內，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，長江天險被日軍突破。
如今的加賀號雖然已經不是當年的侵華舊艦，但繼承了相同的艦名，又在西太平洋對中國遼寧艦擺出對峙姿態，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那段屈辱的歷史。軍事專家張軍社說得好，日本之所以反應過度，根本原因是心態不正，不願意也不習慣看到中國艦艇進入太平洋進行遠海訓練。確實，從當年的降維打擊到如今的平等對峙，日本還沒適應中國的崛起，但適應不適應，事實就在這裡。中國海軍走向深藍是必然趨勢，任何國家都無法阻擋。小編覺得，中國歷來主張和平崛起，但和平崛起絕不等於忍氣吞聲。孔夫子早就說過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對於日本這種反覆無常、惡意滋擾的行為，我們既要拿出錄音這種實錘證據戳穿謊言，也要用強大的軍事力量展示底氣。當年甲午戰爭的硝煙雖然散去，但歷史的警鐘永遠長鳴。我們建設強大海軍不是為了侵略別人，而是為了不讓歷史重演，為了守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